作为全球最受瞩目的电竞赛事，英雄联盟其中每一年 S 赛的主题曲也是焦点之一。这次的视频就来做一个 S 赛主题曲的排名，我会从歌曲的好听程度到 MV 的表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影响力，按照我个人的感受来进行综合判断。不要忘了点赞支持。第15名 ，S3 的主题曲 Hybrid Worlds。S3 是英雄联盟正式举办全球总决赛这项赛事的第2年，属于初期阶段。而如同歌名一样，混合世界。这首歌所想表达的意思，即是在这个全球性的赛场上，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文化的选手、观众们齐聚一堂，贡献出一场场精彩的比赛。在激烈拼搏的汗水下，欢声笑语中，描绘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从这首曲子中糅杂了数种不同的音乐风格这一点上呢，也能感受到主题曲想要表达的这一层意思。可惜啊，这首曲子呢就是做得太杂了，它没有突出的令人深刻的记忆点。这首 S 赛主题曲算是撸啊撸里影响力最小的一首，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即便是当年听过这首曲子的观众，也很少有人会记得它，所以把这首曲子 Hybrid Worlds 排在了末尾。第14名 S12 的主题曲 Star Walking 逐星。很难想象这是一首 S 赛第12个年头的主题曲，在各方面都已经成熟的2022年，在这一年做出了这样的产品，想吐槽的地方太多了。单说歌曲本身的话，曲调还是不错的，前奏部分抓耳，但是作为一款举世闻名的 MOBA 游戏全球性赛事的主题曲，它应该是一个激情四溢，让人热血沸腾，刺激大家肾上腺素的一首歌曲。太平缓的曲调根本不合适。你可以说这首歌好听没有问题，但作为英雄联盟这款需要激情四溢的赛事主题曲，它就是不合适的，不适配的。再来看 MV 的内容啊。这次的 MV 明显是想要在4大赛区里各选一个代表放进去。MV 里面唯一一个卖的皮肤就只有秋伟所代表的沙皇机甲皮肤。那 EDG 作为上一年的冠军，按道理来讲，那你要做限定皮肤，是不是应该给 Mako 做一个限定机甲锤石，这才合理？怎么就变成给秋伟做皮肤了？据说那几年呢，拳头内部是有大量秋伟的粉丝，所以年年狂吹秋伟。还有啊，在歌曲结束的时候啊，4个人出现，然后中间站 C 位的居然是歌曲的演唱者，很令人汗颜。就好像这首歌曲他才是主角，这个 MV 是为了他而做的。首先，你是一个英雄联盟 S 赛主题曲的 MV， 所以大家是因为这个游戏来看的这个 MV， 而不是因为这个歌手来看的 MV。即便说这个歌手当时很火啊，但是这首歌除了他唱歌以外，他跟这个 MV 的内容，他这个游戏内容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最后结束的时候给他放一个 C 位，是真的让人看不明白。只能说，可能当时拳头想通过他的影响力来进行扩圈，所以给了一个安静镜头的 C 位啊，让粉丝嗨一下。或者说，这个 MV 的制作人他就是这个歌手的粉丝，最后的 MV 呢，把自己的偶像放在 C 位，哎，好开心，自己爽一下就行了。有一点本末倒置了，因为你更重要的是体现你这个游戏内容和你的选手，而不是这个歌曲的演唱者。那这个就是官方纯纯的粉丝向作品，不然为什么你当时的这个限定机甲皮肤你要卖沙皇呢？所以这个 MV 叫逐星，原来是拳头内部的员工把自己的偶像歌手和自己喜欢的职业选手放在里面，来满足自己的追星愿景，做了一个粉丝向的作品，这个才是 MV 的主题吧？啊，原来是这么个逐星啊！你自己追星是吧？不适配的歌曲，莫名其妙的 MV 内容，夹带私货的选角皮肤，割裂感严重，这是一个完全失败的 S 赛主题曲。如果不是因为上一首曲子的年代太久远，实在默默无闻，那这首逐星是妥妥垫底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一年，英雄联盟的主题曲会拉成这样，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传言，说拳头的正统在瓦洛兰特，撸啊撸的部门已经被一帮啥也不懂的追星新人给霸占了。反正我在看完逐星这个 MV 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了这样的感觉，因为只有说它是粉丝向的作品，你才能说明为什么这个主题曲这么糟糕。第13名 S1 的主题曲 Numb。这首林肯公园的歌 Numb 可谓是家喻户晓，在那些年是许多视频背景音乐的常客。Numb 这首歌是2003年出来的，火了很多年了，许多电竞游戏的二创视频都喜欢用它作为背景音乐。英雄联盟在2011年举行 S1 的时候呢，属于起步阶段，名气也不大。那个时候举办 S1 的场就像个网吧一样，甚至连奖杯都没有。而这首风靡全球的电竞神曲，许多游戏玩家的耳熟能详，能为自己的游戏带来不少的关注度，自然也就成为了英雄联盟当时的选择对象。所以当时拳头就购买了 Numb 这首歌来作为英雄联盟 S1 的赛事主题曲。
不过这首歌呢，它毕竟不是以撸啊撸为题材去写的歌，在撸啊撸有着这么多经典曲目的今天，每次赛事都有其他更合适的歌曲来使用，那么这首歌也鲜少出现在了撸啊撸的赛场上。许多玩家或许都已经忘记了这首歌也是英雄联盟的主题曲，甚至不少新玩家都不知道这件事。但不可否认，那么是一首经典的电竞神曲，直至今日也仍然有二创的游戏作品会使用它作为背景音乐。第12名 S5 的主题曲 Worlds Collide。 这一年的主题曲比较有意思，没有 MV， 取而代之的是从最开始世界赛的序幕到淘汰赛、8强、4强、总决赛，每个不同的阶段会根据剩下队伍来制作后续的 CG， 在比赛当天的时候呢再放出来。但是 CG 的基本框架是已经做好了，中途主要是替换一些选手们在比赛时候的一些镜头。这个想法是很有创意的，但是花样并不多。根据比赛的赛场情况去临时制作 CG。其实给你的时间并不多，可能就1-2天的时间，想要做成既跟着比赛的战况走，然后又要有噱头动画，肯定是不现实的。之后拳头也是放弃了这种一边比赛一边制作 CG 的思路。Worlds Collide 的这首歌的话呢，歌曲其实还是凑合。在 S 赛的早期的时候呢，主题曲基本都是这一类比较广泛的寓意，世界的碰撞、交互、混合这样的意思。在这些年有了其他更多经典曲目之后，渐渐这些前期的歌曲就退居幕后了。而这首歌的话呢，在早期的时候也是一首经典的主题曲，特别是高潮部分，应该有老玩家听到之后呢，就会唤起曾经的回忆了。第11名 S6 的主题曲 Ignite。这个名字有着点燃激情、燃起来吧这样的意思。这次的主题曲是拳头第一次尝试将上一年的 S 赛赛场上的名场面制作成 MV， 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在玩家口中也是颇受好评。另外是在 MV 的这些名场面呢，也起到了另外一个记录的作用，更容易勾起玩家们的回忆。所以在这么多年过去以后，这些名场面还时不时的有人们聊起来，是撸啊撸里经久不衰的话题。另外就是歌曲需要配合着 MV 一起看。如果说去掉 MV 单拎出来的话呢，这首歌的好听程度个人感觉只是普通，只有配合着 MV 观看，才能更好的展现出歌曲所想表达的效果。而这一次的 MV 尝试，也为之后的叙述性 MV 开创了先例。第10名 S14 的主题曲 Heaven is the Crown， 王冠之重。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就是这首歌的主题了，又是经典的林肯乐队。林肯乐队的话，首先歌曲就不用质疑了，意义也很不错，以上一年的冠军 T1 为主角，作为曾经的王者，沉浸低谷多年的 Faker 带着新的队伍杀回了总决赛，夺得冠军，很好的贴合了主题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但是和前面说过的竹心犯了同样的问题，画面给到乐队的太多了，而且实际上呢并不合适。比如说在高潮部分，应该就只是播放和游戏主题相关的画面，但是却给到了乐队很多画面，时间也不短。一边是正在战斗到白日化的战场，打得很激烈的时候，突然切过来看到乐队的特写，然后再切回去，再打一会儿又再切过来。正是大家看得战斗爽的时候，两个不相干的场景表现起来就非常的影响观感。刚想嗨起来，切过去了，然后切回来又要嗨起来了，又切回去了，玩寸指是吧？另一个就是 MV 的叙事的话呢，比较一般。王冠之重是一个很有话题性，也有很多文章可以去做的主题。相较下来，这个 MV 并没有很好的将王冠之重这个主题充分的表现出来，但是至少不像竹心这么糟糕，毕竟是林肯的歌，歌是没有问题的。MV 的整体上就是故事和风格也符合游戏，只是不尽如人意，主要就是在切镜头的问题上呢，导致了整体 MV 的观感下降。第9名 S11 主题曲 Breaking All Down 不可阻挡，冰雹人集合。在我看来的话，这首歌就是一首及格水平线上的 S 赛主题曲。歌曲方面的话好听，但是并没有多么的突出。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MV 的内容上做的比较平庸。我们都知道，上一年夺冠的 DWG 中单 Shoemaker 有一段经典的语录被撸啊撸玩家们誉为圣经。如今奖杯就在眼前，我必须思考这是否是我此生仅有的机会，重铸 LCK 荣光。
也是因为这一段语录，休梅克被大家誉为荣光哥，而这一段语录也成为了玩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在这个 MV 里，似乎全都把这些事情忘了。诚然 ，MV 里有明星选手，也有热血沸腾的战斗画面，但总是让人感觉欠缺了一些什么。似乎拳头公司并没有想去了解上一年夺冠的 TWG 他们的夺冠之路，也并没有想去将休梅克这一段经典的语录复刻在这段 MV 上。整个 MV 基本上没有叙事，只是充斥着选手们激情的战斗画面。拳头公司今年的重心似乎发生了转移 ，MV 好像也回到了10年前的水平，只是单纯靠着公司现有的质量强行撑着。第8名 S10 主题曲 Take Over 所向无前。这首歌在当年出来的时候褒贬不一，但是我个人看来，这是一首被低估了的主题曲。歌曲的旋律如同战场的号令一般，恢宏大气，振奋人心，符合竞技游戏的风格，能够让观众也一起热血沸腾。纵观所有 S 赛系列里的主题曲，也是属于优质的那一档。而在 MV 的内容上，讲述的是赛场上的选手从底层向上拼搏。你想要取得荣誉，勇攀高峰，你只能去面对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对手，你不可以因为失败而倒下，也没有任何的弯路可以走。你只能去正面面对他们，击败他们，才能接管取代他们，才能掌控局势，才能 take over。而这次 MV 里，英雄联盟的传奇选手 Faker 像是作为一个引路人一般，指引着 MV 中的主角去过关斩将，一路前行。歌词也像是这位站在英雄联盟顶端的传奇选手对其他还在战场上奋斗的选手说的话一般。想要取得荣誉，不能惧怕失败。而每次主角失败的时候，这一个指引者都会过来，再给你一个复活币，哪怕一次次的击倒，你要一次次的再爬起来，再去战斗，势如破竹，所向无前。这个 MV 里的故事叙述让我想起了一句名句 ：Rise and rise again until lambs become lions。一次又一次，不停的奋起反击，直至羔羊变成雄狮。就像圣斗士里的青铜圣斗士去挑战雅典娜手下的黄金12宫一样，整体的 MV 故事性很强，能够让观众血脉纷张。而最后男主来到了全球总决赛的赛场上，碰到了 MV 开头和自己齐心比拼的女孩。从两人开头的状态来看，似乎是对手，也可能是伙伴，仿佛就是宿命的安排一样。你最后的对手是你最初的伙伴啊，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点。然后最后结局可以再发散一下，男主打赢了，男主就娶女主；女主赢了啊，女主就嫁给男主。哎，这个故事好像又变得有趣了起来。总的来讲，这次 MV 的故事很不错，而且把 Faker 抬出来。那几年 Faker 的状态不太好，而且也因为俱乐部的一些宫斗问题，所以外界都觉得 Faker 是差不多到时间退役了。拳头就把他做成了一个前辈指引者的形象，围着后辈们勇往直前。一个不错的好故事，配上符合的好歌曲，说起来简单也简单，说难也挺难。创作这种事向来如此。第7名 S15 主题曲 Sacrifice 争，这是今年的 S 赛主题曲。目前网上对这首主题曲的评价呢整体不高，不过从本视频的排名对比来看，比起排名靠前的几首经典歌曲确实略有瑕疵，但这首歌曲本身的质量还是要高过于其他歌曲。我依然认为这是一首不错的主题曲。单说歌曲本身，旋律较为舒缓，作为电竞赛事曲来说呢，缺少了一些爆发力，但曲调有一股恢宏的史诗感。英雄联盟来到了第15个年头，作为一款游戏，我们用拟人的角度去看待它，经历了懵懂的幼年、热血的青年、成熟的盛年。回顾此生过往，这首15周年的主题曲更像是对这一路走来饱经沧桑前半生的回望，所以带着史诗感的舒缓旋律恰到好处。MV 也是记录了许多赛场上的名场面，富有话题性，我认为整体来说算是及格偏上。而歌曲所要表达的寓意，我们从歌名就可以看出来。歌名 Sacrifice 有着牺牲的意思，但在这首歌的语境里，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奉献。歌曲作为回顾英雄联盟15年路程的里程碑，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那些在英雄联盟赛场上征战多年的职业选手们的歌颂。他们奋起一生，奉献于此，无怨无悔。理解歌曲的寓意的时候，我也不禁思考，我们是否也能对自己喜爱的事物投入一切，奉献一生，无怨无悔呢？第6名 S4 主题曲 Warriors。这
这首歌曲也是 S 赛初期里主题曲的经典曲目，由梦龙演唱。而歌曲的寓意是将赛场上的选手们比喻成战场上的战士一样去奋战，开疆扩土，建立起一个个王朝。这首歌曲以其荡气回肠的旋律和慷慨激昂的歌词，仿佛是在战场上将军对将士们的战前宣言一般，给听到这首歌曲的人们带来无穷的力量。这首歌曲比较遗憾的地方是在 MV 上缺少一个能够深入人心的内容表现，完全就是靠着歌曲本身的质量在撑的。毕竟这可是梦龙的歌，这可是梦龙啊 ，Imagine Dragons。像这首 Warriors， 时至今日也依然有撸圈的二创视频会使用它来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包括在 S10赛季官方的宣传片里也使用了这首歌来作为视频的配乐，配合上当时的动画，让屏幕前的观众热血沸腾，恨不得赶紧上游戏开一局。第5名 S13 主题曲 Gods 灯神。这个 MV 和前面的 Takeover 有点像，以上一年的冠军 Deft 的职业生涯为蓝本，所以在剧情上呢有了更加具体的表现。在 Takeover 里 Faker 是作为一名引领者，而在 Gods 里 Faker 以身入局。Deft 和 Faker 都是韩国马普高中的校友，两人同年出道，而在同样的年纪 Faker 出道即是冠军，夺得了全球总决赛的奖杯。看着 Faker 夺冠的背影， Deft 心里到底是有一种莫名的震撼，还是有一丝不甘的遗憾，那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在这条漫长的夺冠之路上， Deft 曾经的好兄弟 Miko、Korea 也纷纷变成了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阻碍，而他夺冠路上的最后一站，便是面对自己曾经的校友，那个出道即巅峰的天才大魔王，仿佛一切都是宿命的安排。你最终的对手是你曾经的校友，这两人要是一男一女的话，那真就是富可 Takeover。然后 Deft 赢了 ，Deft 娶 Faker，Faker 赢了 Faker 娶 Deft。这个故事结局好像又奇怪了起来。这次 MV 的故事刻画非常的深入人心，并非人人都是天才少年，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成功的路上需要的就是坚持、努力和汗水。Deft 从13年出道，一直到22年才夺得冠军，算得上是10年磨一剑，最终击败了出道即巅峰的天才校友，赢得了 S12全球总决赛的冠军，给自己的人生写下了一个圆满的感叹号。人生能有这样的自我价值实现，夫复何求？这次的主题曲从 MV 的叙事来说呢很棒，而歌曲方面的话，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是比较好听的那一批了，前奏曲调都非常的适合电竞赛事。曲子一响，就仿佛诸神黄昏到来，随着史诗般的前奏，真的有一股长街灯神的意味。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年 Faker 也是再次夺得了全球总决赛的冠军，而这首曲子也又变成了 Faker 众多代表歌曲之一。也就是说，这首曲子现在不仅仅是 Deft 的代表歌曲，也是 Faker 的代表歌曲了。这就是马普高中的羁绊吗？综上所述，第5名给到 S13 主题曲《灯神》。第4名 S9 主题曲 Phoenix 涅槃。亡灵人集合。这次 MV 的主题是不死凤凰 ，Phoenix 就是凤凰的意思。这样的主题也是电竞赛事上经久不衰的话题了。赛场上的职业选手们经历无数的失败，也依旧再度站起来继续战斗，涅槃重生，歌颂不断拼搏、百折不挠的精神。这次的 MV 选用了 Rookie、Faker 以及 Caps 3名在赛场上征战多年的老选手来作为主角。像他们这样在赛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职业选手，攀爬过巅峰，也曾坠入低谷，多次的起起伏伏，确实很适合代表 Phoenix 涅槃重生这样的主题。而很有意思的一点，当年夺冠的队伍 FunPlus 被称为小凤凰，因为 FunPlus 里的 X 就是 Phoenix， 而当年的 FunPlus 作为一支比较年轻的战队，其实并不被大家所看好。当年的夺冠热门依旧是 SKT、G2、RNG 这些老牌强队。而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支不被大家所看好的队伍 FunPlus 才是真正的不死凤凰，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杀到总决赛，完成了自己的涅槃重生。当年在看决赛开幕式的时候 ，FunPlus 随着主题曲入场，那种宿命感是真的拉满了。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场面，我就觉得他们已经要夺冠了。所以这一次 S 赛的主题曲可以说是相当契合当年夺冠队伍的主题曲了。第3名 S8 主题曲 Rise 登峰造极境。仁川人集合。
2018的 S8 赛事是 LPL 战队 iQIYI 夺冠的那一年，也是 LPL 赛区的第一个冠军。这一年也被许多人调侃称作 LPL 的元年，因为在以往 LCK 韩国赛区是第一赛区 ，LCK 赛区实力强大，常常在赛场上对其他的赛区以碾压的态势取得胜利。而这一年，中国大陆 LPL 赛区第一次夺冠，有不少人认为这次 LPL 的夺冠代表着英雄联盟的最强赛区将易主，以后将会是 LPL 的时代。所以把这一年划成了是 LPL 的元年，而在这一年加入撸啊撸圈子的 LPL 粉丝被称为元年粉。这一年 LPL 第一次夺冠，加上虚拟女团 KDA 的问世，刷爆各大圈子，吸引了大量圈外人的眼球，扩了一次大圈，英雄联盟获得史无前例的火热。而 Rise 正是这一年火热赛事中心的主题曲。从音乐方面来说，这次的主题曲作为电竞赛事曲是顶级的，歌曲本身很激情，而曲调的节奏又和剧情非常贴合。MV 所选择的故事很有话题性，一直到现在也是玩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可以说这一次 S 赛的主题曲不单单是音乐做得很棒，包括 MV 里的剧情安排、彩蛋的隐喻、故事的讲述、动画分镜都非常有水平，可以说是历年来包括到现在最为精彩的 MV没有之一。可以看得出，这一次 S 赛主题曲的制作人非常了解撸啊撸的历史，且对于故事的讲述手法深有心得。在 MV 整个内容的制作上也看得出花了很多心思，从歌曲本身到 MV 内容、节奏把控等等都非常完美。MV 开头，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似乎经历了什么重创，耳边还萦绕着上一场比赛解说的声音，头上的兜帽也掩盖了部分的面部特征，让人难以辨认。MV 将英雄联盟比赛的赛场描绘成了一片真正的战场，并且隐约能够听到赛场解说的声音，这就仿佛是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到职业选手置身其中，在赛场上从耳机外隐约听到现场解说呼喊声的真实感受。歌声响起，歌词也似乎带着隐喻，一句反复唱出的 Welcome 好像是在对所有人说，欢迎来到英雄联盟系列赛。可以看到周围是大战过后的一片狼藉，代表各战队的旗帜、英雄的装备随处可见。眼镜男子在战场的废墟中挑选了几件趁手的武器，再次开启了他的登峰之路。这便是每个职业选手在夺冠失败之后再次冲击 S 赛的形象表现。而这个眼镜兜帽男就是我们这次 MV 的主角 Ambition 安掌门。在节奏方面，歌曲的高潮部分对应着 SSG 所遇到的战斗。第一次的高潮部分 ，SSG 面对的是 G2，MV 中的亚索是 G2 的中单 Perks， 安掌门正是在这场战斗中使用了螳螂取得胜利。而第二次高潮部分 ，SSG 面对的是 RNG， 维恩则是 RNG 的 AD UZI。安掌门化身猪妹大战过后，虽然身中一箭，但还是成功走出了洞穴。这预示着 SSG 这场比赛的失利，但这次失败并没有将他们击溃。Ambition 拔出箭头，继续踏上旅程。歌曲第三次高潮部分 ，Ambition 来到了顶峰，遇到了一位正在散步读书的眼镜男。一方面，这位眼镜男所扮演的瑞兹这名英雄本身就是个文化人，懂魔法，常年背着书卷；另一方面，这个扮演者好像也确实挺爱读书，能够在顶峰闲庭信步的人，这个人肯定不一般。似乎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想要获得登上顶峰的证明，那么必须要正面击败这位在顶峰散步的守护者。两人对上了目光，大战一触即发。在二人的大战过后，兜帽男的兜帽落了下来，能够识别到他的面部特征了，大家才发现哦，原来你是 Ambition 啊！虽然我们早就知道。随着 Ambition 取得的胜利，雕像上亮起了3星的标志 ，SSG 获得了顶峰的认可。阳光洒在 Ambition 的脸上，他为自己的夺冠之路欢呼喝彩。而此时镜头一转，山下有着无数的人们正摩拳擦掌，为了获得顶峰的认可，踏上自己的登峰之路。如此的登峰之旅，在未来还会无限的上演。所以这次 S8 主题曲选取的 MV 内容非常有意义，很有传奇色彩。
加上这次各方面的影响，IG 夺冠 ，LPL 的第一个冠军 ，KDA 女团的问世 ，Rise 这首歌本身过硬的质量加上传奇的故事，各种爆点夹杂在一起。使得当年 Rise 这首歌呢非常出圈，甚至不少别的作品都来向这首歌进行学习，包括一些跨界的节目还对歌曲进行了翻唱、改编等等。如果说单纯作为赛事曲来说，这首歌在我的心里它是第一名。但是无奈啊，前2名的主题曲对于英雄联盟实在是影响力太过深远，所以这首电竞神曲也只能屈居第3了。第2名 S7 主题曲 Legends Never Die， 传奇永不熄灭。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觉得歌曲还不错，但其他方面没有太多的感觉。后来这首歌渐渐变成了英雄联盟里非常有影响力的一首歌。这首主题曲的 MV 内容其实并不算出彩， MV 选择了几名游戏中的角色，描述了他们成长路上的艰辛，想要传播的寓意就跟主题曲的内容一样，一个普通人想要成为传奇，需要历经千锤百炼。相较于其他主题曲的 MV 来说，这首主题曲的 MV 确实是比较普通。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首歌能够在它本身 MV 内容并没有多么出彩的情况下达到如今的影响力，歌曲本身好听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歌曲所要表达的寓意，即便是一段传奇故事迎来结尾，那么也会有一段新的传奇故事开始。而最重要的一点，能够使这首歌达到如今地位的，离不开英雄联盟一位真正的传奇 GOAT。我们再次回到2017年 S7 的总决赛赛场，作为已经赢得3次全球总决赛奖杯的 BOOST 大魔王，Faker 每年的目标一如既往，在各大英雄联盟赛事上取得冠军。甚至有不少观众对这名选手的评价都是拿不到冠军就是菜了。Faker 永远需要再次夺冠来证明他自己。而在 S7 那一年，撸啊撸圈子出了2句广为流传的打油诗：曾有巨象将天顶，鏖战尾盘改皇命。说的就是当年 RNG 对战 SKT Faker 的5把加里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直接飞了，闪现交出来，跟闪现一技能恐惧到，别一个大闪现来引导，弹出了一个雷鸣的纳尔，马拉卡诺砍了最后一下塔，一个正常，Faker 过来了一个长火，但纳尔没有吃到塔的伤害，有机会吗？那5场比赛 ，Faker 的加里奥表现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甚至当时成为了许多职业选手的学习素材。而看过那场半决赛的观众都应该知道，当时 Faker 的状态可以说很好。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 SKT 的其他队员都不是很在状态。如果不是 Faker 异于常人的超神发挥，恐怕 SKT 早就止步于此。而且他还可以下路支援，手中路的塔还可以拿来扛大。决赛赛场上 ，SKT 碰到了状态绝佳的 SSG。在比赛的最后一场 ，Faker 的卡尔玛在中路被卢洛的维鲁斯抓到了机会，闪现大招定主击杀 ，SSG 也一鼓作气，靠着这次机会拿下了比赛。比赛结束 ，SKT 被大比分3-0拿下。这一结果属实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意料，即便状态不好，也没有想到 SKT 会被3-0。SKT 队员们赛后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而 Faker 趴在桌上泣不成声。以我这么多年的观赛经验和对 Faker 的了解呢，我想他此时此刻的心里，他想的并不是去责怪队友，而是在全队需要仰仗他的情况下，他被抓到了机会，做不了那个救世主。直到 SSG 的队员来和 SKT 握手的时候 ，Faker 才被队友叫起来。而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全场的观众们看到这位传奇选手泪洒赛场，不免产生了恻隐之心。整个鸟巢场馆响起了 Faker 的名字。明明夺冠的是 SSG， 但全场观众却在高呼 Faker 的名字，给他加油打气。或许这就是这位传奇选手在联盟玩家心里的分量。而在 Faker 离开赛场时，有人叫住了他，这一满眼泪水的回眸也成为了联盟史上的经典一幕。这一幕让不少召唤师们为之动容，职业选手可能会有更深的感触。为自己喜爱的事物拼搏是一件幸福的事，而电竞赛事有赢也会有输，失败后的泪水也是你对这个游戏这项赛事喜爱的证明。当时我在看到 Faker 回头这一幕，伴随着主题曲 Legends Never Die 的响起，脑子里浮现了一幕幕 Faker 曾经在赛场上的画面。主题曲前奏响起时，就仿佛有人将一段故事揭开尘封多年的面纱，向你娓娓道来。这些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选手，他们挥洒的汗水、血与泪，成为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造就了如今的他们，成为了他们自己人生中的传奇。就像歌曲里描述的那样，并非你是世界第一，你就能成为传奇，而是你成为了传奇，你才是世界第一。Legends become a part of you,
而 Faker 便是这些汗水、泪水、血水铸就选手职业生涯的具象化。作为传奇本身，他如今的故事取得的成就，很难用只言片语去表达更何况这个传奇现在还在继续。这首主题曲它表达的寓意可以套用到所有职业选手身上，而 Faker 因为这次 S7 的失利，这首曲子 Legends Never Die 变得更像是对他的颂歌了。这首主题曲因为它本身的歌曲好听，而且加上它主要表达的寓意，所以也有在一定程度上的出圈。要发散一下的话呢，它可以描述很多东西，包括英雄联盟这款游戏它本身也是一个传奇。英雄联盟赛事作为全球最火热的赛事，它的存在就是一项传奇。而 Faker 这名选手的存在，便是 Legends Never Die 传奇永不熄灭这首主题曲的具象化。歌曲和选手互相辉映 ，Faker 的职业生涯因为有了这首主题曲的衬托，变得更加的生动。Legends Never Die 因为 Faker 而变得更加的具体，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在英雄联盟的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如果说 Rise 描写的是赛场上挥洒汗水、激烈战斗的場景，那么 Legends Never Die 更像是激战过后赛场之外的赞美诗，流芳千古，万人传唱。 저희가 갈 길은 이미 정해져 있습니다. 룰러 선수 잊지 말아야 할 겁니다. 모든 길은 결국 저를 통합니다. 오랫동안 수많은 팀의 상승과 하락을 지켜봤습니다. 끝에 서있던 사람은 항상 저입니다. 在英雄联盟 S 赛的主题曲中，有这么一首主题曲，它的出圈程度比不上 KDA 女团，而它的知名度甚至也比不上 Rise 和 Legends Never Die 这些热门歌曲，但它却是赛场上出现次数最多的主题曲。而每当这首主题曲出现的时候，便是比赛进行到白热化的证明。随着这首主题曲的响起，比赛的火热气氛也将推至高潮。第一名 Seven Scripts 银衡。2012年的 SR 也是英雄联盟的第一次世界赛。当时的世界赛呢，最热门的一个事件是 WE 和 CLG 比赛断网的事件，一个长达8小时的 BO3。WE 在前期取得优势的情况下断网，拳头官方要求双方重赛。如果 WE 不接受的话呢，就只有退赛这个选项。而重赛也ban掉了 WE 的战术核心机器人，战术被破解，本来取得的前期优势荡然无存。加上 WE 异地作战，长时间的等待，使得选手的身心备受煎熬，状态不佳的 WE 最终输掉了比赛。这场比赛对于 WE 来说确实是不公平的，而在长时间的网络调试等待中 ，Seven Scripts 这首曲子就一直在重复播放着，同时官方也在和现场的观众们不停互动来热场。对于当时在现场的观众来说，《银河》这首曲子就像是参加 party 的背景音乐一样，而对于 WE 的选手们来说，这首曲子也是在现场 WE 队员除了在遥远家乡网友们的隔空祝福外的另一丝慰藉。再后来，这首曲子成为了 BO5 决胜局的战歌。每当有 BO5 的比赛打到第5把决胜局的时候，就会放出这首歌曲。这一赛场文化也一直延续至今。每当现场放出 Seven Scripts 的时候，观众们的热情便会调动起来，随着音乐一起摇一起嗨，将比赛的火热气氛推至高潮。迄今为止 ，Seven Scripts 已经在无数大大小小的 BO5 决胜局中登场。每一个有战歌登场的 BO5 比赛，不仅仅是玩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带来了那些年大家齐聚一堂、激情高涨、享受比赛的时刻。伴随着那些经典的比赛画面，带给了观众们无尽的回忆。这首歌曲给英雄联盟带来的意义，已经远远不只是一首背景音乐、一首 S 赛的主题曲这么简单了。也许有一天，我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对英雄联盟电子竞技失去了信心，因为韩国的宰制在今日为止都
还在持续，但我觉得不是今天。而且，也许有一天，这些我们所热爱的选手，他们没有办法再坚持在舞台上了，但也不是今天。今天 RNG 一血奋战，来迎战 SKT 的决胜局，我们准备进入召唤师峡谷。RNG 加油 ！RNG 加油！当音乐响起时，只有真正的召唤师们才懂得那一份感动。也许有一天，我是说也许有一天，英雄联盟将不再像今天这般火热，褪去它的光芒。多年以后，会有其他的新生代作品取代英雄联盟如今的地位，撸啊撸也将封存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每当有人蓦然回首，注视着这款曾经风靡全球的游戏，在那灿烂辉煌的年华里闪耀着无数荣光时，会发现这些震撼人心的游戏画面，感叹那些惊为天人的选手操作。而这首 Seven Scripts 从这个游戏面向世界的那一天起，就一直伴随在他身旁，见证了英雄联盟这些年的所有荣辱兴衰。能够有一首曲子记录那些辉煌闪耀的时刻，这是属于英雄联盟召唤师们的浪漫。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在你心里，英雄联盟最具有意义的主题曲是哪一首？我会回答是这一首《银河 Seven Scripts》。今时今日，回答如此，而多年以后，亦是如此。以上就是我对英雄联盟 S 赛主题曲的排名，不知道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是否和我想法一致？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交流。这次视频希望大家能够看得过瘾。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Goodbye， bye good。